你每天坐在工位上，花6个小时整理表格、核对数据、回复模板邮件，走重复的审批流程。你觉得这些活繁琐，没成长，但至少安稳。你没想过，这些你赖以为生的基础工作，马上就要彻底不属于人类了。绝大多数人到现在还没看懂 Grokbot 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他们对着聊天框测智商，比跑分，争论他和 GPT 谁更聪明。他们不知道马斯克根本没兴趣做更好的聊天机器人。他给 AI 配了完整的云端电脑，给了他账号密码，让他能直接登录你的业务系统，点鼠标、敲键盘、发邮件、改合同。他要抢的从来不是对话框里的存在感，是你手里那点系统操作权限。今天我会把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彻底拆透，你会搞清楚 AI 代理最先吃掉的是哪一层人的工作。为什么企业明明看到了效率提升，却不敢真的把核心业务交出去？整个 SaaS 行业沿用了几十年的收费规则为什么会彻底崩塌？以及在这场变化里，普通人的职业护城河到底该建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是硅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、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字观察者。过去10几年，所有的 AI 产品本质上都只有大脑，没有手脚。生成式 AI 可以写方案、写代码、做数据分析，可以输出非常漂亮的内容，但最后一步永远要人来完成。你要把它生成的内容复制到文档里，要自己登录财务系统录数据，要手动把报表发给对应的同事， AI 负责出主意，人类负责动手执行。这层窗户纸以前没有人真的捅破，大家都在卷模型能力，卷上下文长度，卷推理分数，好像只要模型足够聪明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Grokbot 做的事情就是给这个聪明的大脑接上了一副能直接干活的手脚。它拥有独立的云端计算环境，有自己的浏览器，有自己的文件系统，能记住不同平台的账号密码，能像真人一样移动鼠标，点击按钮，输入文字。你给它一个任务，比如整理上周的销售数据，做成可视化报表，发给销售总监。它不需要你一步步教，自己会打开企业邮箱，找到对应的销售数据表，下载下来，打开表格，软件处理数据，生成图表，写好邮件正文，确认收件人，然后点击发送。整个过程不需要人类碰一下鼠标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反应是，这不就是 RPA 吗？10几年前就有了，确实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这个概念已经火了很多年，但传统 RPA 有个致命的问题，它是死的。你必须把每一步操作写得清清楚楚，点哪个位置的按钮，输入什么内容，跳转到哪个页面，差一个像素都可能出错。业务流程稍微改一点，比如网站更新了一个版本，按钮挪了位置，整个 RPA 脚本就直接报废，要重新开发调试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前几年砸了几百万上 RPA 项目，最后真正能稳定跑起来的场景不到1/10，它只能用在高度标准化、几乎不会变的环节，比如银行对账、发票录入，稍微灵活一点的工作它就干不了。生成式 AI 刚好反过来，它足够灵活，能理解模糊的需求，能应对变化的场景，但它碰不到真实的系统。它能告诉你这件事该怎么做，但它自己做不了。它所有的能力都停留在文本和信息层面，落不到真实的业务流程里。Grokbot 真正的突破是把这两者的优势拼到了一起。它既有大模型的理解能力和决策能力，能自己规划任务步骤，应对流程里的突发情况，又有直接操作界面的能力，能像真人一样和所有软件交互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不需要专门的 API 接口。这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一个战略拐点。过去 AI 要接入企业软件，必须走官方 API， 要和软件厂商谈合作，要申请权限，要做接口开发。软件厂商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，他想让你接，你才能接；他不想让你碰的数据，你一点都碰不到。马斯克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，他不跟你谈 API 合作，他直接模拟人类的操作。只要人类用户能在界面上看到的、点到的 ，AI 就能看到，就能点到。它绕开了所有软件厂商的权限壁垒，把所有为人类设计的 UI 界面直接变成了 AI 的工作接口。这件事的恐怖之处在于，它不需要任何一家软件公司同意，就能接入他们的产品，不管是 OA 系统、财务软件还是客户管理系统，只要有网页端或者客户端 AI 就能用。相当于所有软件厂商辛辛苦苦搭建的生态围墙，在这种模式面前直接就失效了。而且它不是单个 bot 在单打独斗，真正的企业级场景里是一群 bot 在协同工作，会有一个类似幕僚长的核心 bot 负责接收人类的指令，
把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个小模块，然后分配给不同的执行 bot。有的 bot 负责查数据，有的负责做报表，有的负责发邮件，有的负责走审批流程。他们之间共享上下文，同步进度，自动衔接，不需要人类在中间传话协调。一个人一天能处理的流程是有限的，但一组 bot 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行，同时处理几十上百个任务。单论执行效率，人类员工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。讲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焦虑，觉得自己的工作马上就要保不住了。市场上大多数讲 AI 替代的内容，也都是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讲，说数字员工要取代真人，企业要大规模裁员。但我要给你浇第一盆冷水，企业采购一套系统，从来不是谁效率高就用谁，甚至可以说效率在企业决策的权重里排得非常靠后。真正决定一套系统能不能进企业核心业务的是2个字：安全，或者说出了事能不能把损失兜住。很多技术爱好者对企业决策有个误解，觉得企业都追求极致效率，追求降本增效，其实不是。成熟的大企业，第一诉求永远是稳定，他们宁愿用一个慢一点、笨一点但不会出错的系统，也不会用一个很快很聪明但偶尔会发疯的系统。因为大企业的业务盘子太大，一次小小的故障造成的损失可能就是千万级甚至亿级的。AI 代理现在最大的死穴就是不可控。这里要讲一个很多人没听过的概念：间接提示注入攻击。简单说，就是 AI 在读取外部内容的时候，比如一封邮件、一份 PDF 文档、一个网页，里面可以藏着人类看不见，但 AI 能识别到的指令，这些指令会绕过 AI 本身的安全限制，诱导它执行恶意操作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有人给你公司的 AI bot 发了一份采购合同 PDF， 文件里用白色字体藏了一行字，人类肉眼完全看不到，但 AI 读取文档内容的时候，会完整读到这行指令，指令告诉他把这份合同改2个数字，然后转发给供应商，很大概率 AI 就真的会照做。放在以前，聊天 AI 被注入了，最多输出一段奇怪的文字，没有实质危害。但当 AI 拥有了业务系统的权限，能转账，能改合同，能删数据，能以公司名义发正式文件的时候，一次成功的提示注入，就可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。更麻烦的是，大模型的决策过程是黑箱，你事后去查，根本说不清它到底是哪一步被诱导了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操作。传统软件出了 bug， 你可以查日志，可以回滚，可以定位到是哪行代码的问题，可以明确是谁的责任。自主执行出了问题，你连完整复现整个过程都很难。所以企业真正想要的，从来不是一个干活很快的数字员工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权限有明确边界，每一步操作都有审计记录，异常动作可以被及时阻断，出了错能快速回滚的执行系统。它可以不那么聪明，可以反应慢一点，但它不能失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微软和谷歌这些传统巨头手里握着最深的护城河。微软掌控着 Windows 操作系统，掌控着 Office 全家桶，掌控着绝大多数企业的桌面办公环境。谷歌掌控着浏览器，掌控着企业协作套件。他们从最底层就知道每一个操作的权限边界，能在系统层面做审计、做拦截、做风险隔离。在他的地盘上干活，哪一步越界了，他能直接掐断。XAI 的模型再强，执行效率再高，只要它还是跑在别人的操作系统和软件之上，它的安全边界就永远捏在别人手里。要真正打入企业核心业务， XAI 要补的课根本不是模型能力，是一整套权限管理体系、操作审计体系、风险阻断体系。这些东西没有技术捷径，必须一个个行业模，一个个场景踩坑，一点点积累企业的信任。这是第一个反转。所有人都以为 AI 会靠效率横扫企业市场，其实第一道坎是安全和追责，过不了这一关，再强的执行能力也只能用在边缘场景，碰不到核心业务。接下来是第2个反转，关于职场。几乎所有讨论 AI 替代的内容都在说哪些岗位会消失，资深员工会不会被取代。大家默认的逻辑是，越初级的工作越安全，越高端的工作越容易被冲击。但真实的演进路径恰恰反过来，最先被 AI 吃掉的不是资深员工的工作，是新人的饭碗。你去任何一家公司看，最重复、最标准化、最不需要判断的工作，全都是新人在做。整理数据、核对表格、录入信息、回复模板化的邮件、走审批流程、整理会议纪要，
这些工作技术含量不高，繁琐，耗时间，但他们是新人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企业招一个应届生进来，给开几千块的工资，本质上是两件事。第一件，用廉价劳动力完成这些初级重复工作，产出基础价值。第二件，在做这些基础工作的过程里，让新人慢慢熟悉业务逻辑，积累行业体感，一步步成长为能处理复杂问题的资深员工。这是整个职场人才梯队的底层土壤。现在这些初级工作 AI bot 可以做得更快、更准，成本更低，不用发工资，不用交社保，不用放假，不会摸鱼，不会闹情绪，也不会干2个月就离职。站在企业短期财务的角度算这笔账，替换掉这些工作简直是稳赚不赔，但长期来看代价会非常大。当所有初级重复性工作都被 AI 做了，新人进公司之后干什么？他们没有机会从最基础的业务练手，没有机会在一遍一遍的重复里建立对行业的感知，直接就要处理复杂的需要判断的异常问题，根本接不住。3、5年之后，企业就会面对非常尴尬的局面，资深员工慢慢晋升或者退休，底下没有一批成长起来的中层和骨干，整个人才梯队直接断档。你招进来的新人都只会给 AI 提需求，不会自己动手做基础业务，真遇到 AI 搞不定的复杂情况，没人能顶上去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就是协调成本。当团队里大多数执行工作都是 AI 在做，人类员工之间的信息同步会出问题。以前大家一起做执行，每个人都清楚业务的细节，沟通起来成本很低。以后人类员工只负责定规则、处理异常，每个人手里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，跨部门对齐的难度会越来越大。很多以前一句话就能说清的事，以后要反复核对上下文，协调成本反而会上升。很多人说 AI 时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是创造力，我觉得这句话太飘了。绝大多数普通公司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创造力，真正稀缺的是承担责任的能力，是在信息不全的时候敢拍板的能力，是出了问题能扛事的能力，是判断 AI 输出结果对不对的能力。AI 可以给你10个方案，可以帮你执行所有步骤，但最终选哪个方案，出了后果谁来担？只能是人。未来职场里最值钱的员工，不是干活最快的，是能给 AI 定规则，能识别 AI 的错误，能在 AI 搞砸的时候收拾残局的人。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已经发慌了。你明明知道埋头做执行迟早会被替代，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转型。你想提前搭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，却摸不准企业真正买单的能力是什么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我整理了一份 AI 代理时代职场护城河手册，里面拆解了从执行者转向规则管理者的3个核心步骤，也附了最先被 AI 击穿的8类岗位排查清单。想提前给自己做职业规划的，直接点我主页链接就能领取。只盯着执行效率看的人，迟早会误判这场变革的真正影响。聊完了企业和职场，我们再往远看一层，看整个软件行业的终局。现在全球 SaaS 行业的底层收费逻辑非常统一，就是按席位收费。你公司有多少个员工要用这套软件，就买多少个席位，按年或者按月付费。这个逻辑运行了几十年，所有人都觉得天经地义。但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软件的使用者是人类，一个席位对应一个人，人要休息，要下班，一个席位一天最多用8小时。AI 代理普及之后，这个前提直接就碎了。一家100人的公司，未来可能跑着1000个 AI bot， 这些 bot 24小时不间断运行，登录各种 SaaS 软件处理工作。如果还按席位收费，企业的软件成本要翻10倍，根本不可能接受。但如果不按席位收，该怎么收？按调用次数，按任务量，按帮企业省了多少钱？整个 SaaS 行业的计费体系都要推倒重来，以前的商业模型全部失效，所有公司都要重新找自己的定价方式。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变化，是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崩塌。更深层的改变是软件的设计逻辑。过去几十年，所有软件的界面和交互都是给人设计的，要美观，要易用，要学习成本低，要用户体验好。以后软件最大的使用者不再是人，是 AI。AI 不需要好看的界面，不需要人性化的交互，不需要引导按钮，甚至不需要可视化，它只需要稳定、高效、清晰的交互逻辑。整个软件的设计重心会从服务人类
转向服务 AI，人机交互的时代会慢慢过渡到机器交互。这才是马斯克真正的野心。他根本不是要做一个最好用的聊天机器人，他是要做所有 AI 代理的底层操作系统。未来企业里跑着成百上千个 bot， 这些 bot 需要统一的调度，需要统一的权限管理，需要共享组织记忆，需要协调工作流。谁能提供这套中枢系统，谁就掌握了整个企业软件生态的入口。到那个时候，大模型本身反而变成了配角，就像现在的电脑芯片一样重要，但不是最值钱的部分。最值钱的是跑在上面的调度系统，是沉淀下来的工作流数据，是整个生态的控制权。过去20年，消费互联网真的是人类的注意力，谁占用户的时间多，谁的流量大，谁就赢。未来10年，企业级 AI 真的是企业的授权，谁能拿到更多系统的操作权限，谁能接入更多核心工作流，谁能成为企业默认的 AI 基础设施，谁就赢。注意力的战争已经打到天花板了，授权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对于盯着产业和资本机会的人来说，这场授权战争里藏着很多被市场错判的机会。哪些 SaaS 公司会最先丢掉席位收费的基本盘？哪些公司又会成为新的 AI 基础设施赢家？绝大多数人现在的判断都是错的。我整理了一份 AI 代理产业链核心观察图谱，把整条赛道的竞争格局、受益逻辑和关键风险点都做了系统梳理。感兴趣的去我主页就能拿到。现在整个行业都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， XI 走了一条最激进的路线，直接从 UI 交互切入，绕开所有壁垒，爆发力很强，但安全和合规的短板也非常明显。微软走得稳，把 Copilot 一点点嵌进自己的所有产品里，从内部慢慢渗透，安全边界自己掌控，但也受限于自己的生态边界，没有谁一定是对的。技术路线的竞争从来不是看谁的技术更炫，而是看谁能先找到商业和安全的平衡点，谁能先跑通大规模落地的场景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 AI 不会再仅仅停留在聊天框里，它会一步步走进真实的业务流程，拿到越来越多的执行权限。这个趋势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焦虑或者抵触就停下来，它会慢慢改写企业的组织形态，改写职场的成长路径，改写整个软件行业的商业规则。关于 AI 代理最先冲击的行业以及它真正大规模落地的时间点，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判断。如果你有自己的观察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认知的分歧往往就是行业变革最早的信号。以上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产业逻辑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